里的奴才嚣张，全因主子在后头纵容。车烧了以后，朕又跟你说了，这没过几天就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人，朕要不处置你啊，有人会说朕袒护你。和珅这回算是摊上大事了，全家都差点被一个奴才给害死。就在不久前，和府的下人在大街上高速驾驶，差点撞死一对母女，最终导致那辆价值千万的宝马被人当街烧毁。而下令烧车之人不仅是和珅的姑父，还是纪晓岚的下属。和珅本想让皇上主持公道，可是没想到乾隆却反过来说车烧得好，还让他捆着犯事的下人游街示众。第二天，乾隆就带着和珅跟纪晓岚来西山烧香礼佛，可和珅却对烧车之事耿耿于怀，一路上不停地跟纪晓岚争吵，惹得乾隆十分生气。山谷清幽，却有2只乌鸦聒噪，大煞风景啊！而纪晓岚也在罗汉堂内找到了笑话和珅的由头。原来他发现了一尊跟和胖子长得一模一样的罗汉，这让和珅感到非常稀奇，还有模有样的模仿起来。随后几人就来到后山休息。乾隆本想跟往年一样喝一杯清凉的泉水，然而方丈却表示要稍等半个时辰，因为今年的泉水只能一滴一滴的接。这下引起了乾隆的怀疑，他还以为是地震塌方所致，可方丈却支支吾吾的不敢作答。这老方丈，你这是搞什么鬼啊？见乾隆发怒，方丈这才说出后山一带有人肆意的开采煤炭，导致泉水被泄，这让乾隆无比的震惊，因为他早就明令禁止了紫禁城附近挖窑采煤。这要是不惩罚，哪天还不得挖窑挖到这紫禁城底下来了？谁断了朕的水源，朕就要他的脑袋！和珅让乾隆消消气，表示自己马上去调查此事。可方丈却告诉众人说，这伙人背后的实力极为庞大，就连镶黄旗和布政使司的人都不敢管。乾隆听后立马有了怀疑的对象。和珅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奴才不知。纪晓岚这时向乾隆示意说，委派一名刑部官员就足以查清此事。乾隆也心领神会，当即支走和珅，让他去厨房备菜。随后纪晓岚就向乾隆推荐了海生，就是烧和珅的车的那个御史。乾隆觉得这个人选不错，于是便下发了一道密旨交给海生，让他在必要时调动镶白旗的兵马协助抓捕。而机敏的和珅则是察觉到了不妙，回去后就急忙召集所有管事的，让他们做事收敛点，要是谁被人抓到了辫子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刘三听后立马向和珅自首，说西山开窑采煤的事情是他出面负责的，立马跟那帮人断绝关系，迟了的话，小心你的脑袋！刘全也劝说大哥赶紧出手，趁着这1-2天的功夫把煤窑给卖出去。随后刘三就让手下悄悄处理此事，刚好遇到了暗中调查的海生和小月。为了引出幕后主谋，小月故意装扮成贝勒爷，向他们打听收购煤窑的事情。而刘三由于着急出手，竟将价值10万两的煤窑一折卖给了海生。等他签字画押完之后，海生就立马将其抓捕归案。没多久，刘全就向和珅禀报说，镶白旗的兵马突然向西山附近调动，而且刘三也于昨天失踪了。和珅听后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为了撇清关系，他急忙来到刑部报案，并让纪晓岚赶紧下发还捕文书抓捕刘三。海生也懒得搭理这个便宜侄子，表示案犯早就抓捕归案了。和珅听后立马装出一副高兴的模样，该杀就杀，以解皇上之怒。和珅离开没多久，刑部的同僚就立马找到海生，跟他商量议罪定刑之事。大家担心惹怒和珅，想把那些掌柜的顶上去做主犯。刘三是大管家刘全的亲哥哥，刘全可是何中堂跟前的提底人啊！拿掌柜的顶上冤不冤？他们只是从犯，毕竟是犯，至少得落个斩监后，能好到哪儿去啊？虽然明知道大家是一番好意，可海生的良心却不允许自己徇私枉法。刘三得知此事后，不停地在狱中喊冤，而刘全则是劝他把这件事给扛下来。你可千万不要把他供出来，你要是把他供出来，闹不好非得把咱们老爷都给牵出来。第二天，海生就将案情一五一十地向乾隆禀报，乾隆当即以谋大逆之罪判刘三斩立决。可海生却觉得背后另有隐情，乾隆也知道此事跟和珅脱不了关系，便询问他该如何处置。奴才自请革职查办，发配出军，黑龙江也行，乌鲁木齐也行。和珅向乾隆哭诉说，今后再也不能伺候皇上了，希望您保重身体。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语瞬间打动了乾隆的心，当即以纵容手下的罪名将和珅训斥了一顿。为了不让纪晓岚说闲话，乾隆当场宣布了对和珅的惩罚。亏你见机的早啊，自动到刑部报案告发，否则朕岂能轻饶你啊？降2级，原职留用，罚俸3年。幸亏乾隆想到这个借口，这才让和珅逃过此劫。经过这件事情后，和珅决定洗心革面，做个好人。